殡仪馆。美兰姐真是可怜，操劳大半辈子，还没开始享福呢，就这么死了。谁说不是呢？你说死了就死了吧，连死都不安生。郑赫真不是个东西，他还没入土为安呢，他转头就立刻跟初恋办起了婚礼，还在同一天。造孽啊！只见新人笑，不见旧人哭。2个儿子都没来送葬，只有小女儿和女婿来了。你说生儿子有什么用？此时此刻，躺在棺材里的张美兰耳边传来各种嘈杂声，她睁开眼，意识慢慢恢复。她最后的记忆停留在中毒濒死的那一刻。望着黑漆漆的棺材板，她抬起双手摸了摸身上，正值冬季，发凉的手指触碰到发热的体温。没死，到底死没死？她拉开棺材板，缓缓坐了起来，视线看向零零散散的奔丧的人，最后视线定格在女儿身上。女儿郑小米哭得双眼红肿，把一旁的女婿衬得像个木头人。别哭了，我没死。他开口，一时间四周安静，诈尸了。全部人吓得四处逃窜，唯独小女儿发愣地看着自己。张美兰朝小女儿伸手，小米，过来扶妈一下。郑小米身子发颤地走过去，把张美兰从棺材里扶出来。你爸和哥哥们呢？张美兰问。妈，你到底有没有死？郑小米吓哭了。张美兰参观着自己的葬礼，说死了，又被气活了过来。郑小米，啊，走，跟妈去干一件大事。婚礼现场，场子热闹，欢声笑语。主持人请新郎新娘交换戒指。突然，紧闭的大门砰的一声被推开。慢着！场子瞬间安静，众宾客纷纷回头。张美兰在众宾客的注视下，顶着一脸死人妆，一步步的走上红毯。他不是死了吗？是啊，明明今天的葬礼，怎么？妈呀，大白天的见鬼了！台下的宾客七嘴八舌的议论纷纷。张美兰走到郑赫面前，郑赫吓得瞪大了双眼，说话变得结巴。你不是死了吗？张美兰扭头看向郑赫的那位念念不忘初恋王初香。这位初恋张美兰也认得，是郑赫的邻家妹妹，也是家里的保姆。当年他们青梅竹马，两小无猜，如胶似漆，却还是被现实打败。王初香的父亲是通缉犯，母亲是开足疗店的，抬头一个不学无术吃喝嫖赌的哥，低头一个正在上学的弟。结婚不单单是2个人的两情相悦，而是2个家庭的相互选择。面对王初香这样的原生家庭，再厚的家底也不敢碰，更何况郑赫家只是万千普通家庭中的一个。于是他们爱情的萌芽被及时掐断。这些事情张美兰是通过身边人的闲言碎语拼接的，以前日子过得好，她也就没放在心上，只当一些陈年八卦来听，毕竟谁还没个当年往事。可现在真相曝光，他们竟然暗度陈仓，背着他偷偷往来几十年。老话说的没错，男人就是贱，得不到的就越想要。王初香指着张美兰，吓得连连后退，身子撞到了装饰墙上，哭着大喊：见鬼了，见鬼了！啊！张美兰走过去，扬起手，狠狠地甩了王初香一个巴掌，啪的一声，响彻整个现场。王初香被扇懵了，气冲冲地指着他：你个死人，竟然敢打我！打你怎么了？不要脸的小三！语毕，张美兰不再跟他瞎扯，快步走到郑赫面前。郑赫被吓得往后跌了2步，打了他，就不能再打我了。张美兰抬起手，又是2声脆响的巴掌。打你顺手的事，女的1巴掌，男的更是2巴掌。郑赫没想到他真会打自己，暴喝一声，
指着他倒打一耙。张美兰，你闹够了没有？处心积虑的办了一场假死，有意思吗？你这个心肠歹毒的女人！来来来，大家伙都好好看看这个疯女人！张美兰听到这话，真是气不打一处来，抬起手想往他脸上再来一巴掌，即刻被两个儿子拦了下来。大儿子郑飞似乎有些不耐烦：“妈，你真的太无理取闹了！先是假死，后又大闹爸跟王阿姨的婚礼，你到底想怎样？”二儿子郑元成倒没有那么不耐烦，但说出的话也处处的偏向糟老头子和小三。妈，我们回去吧，别在这丢脸了，往后的日子还要继续过呢。张美兰听到这话从两个儿子嘴里说出来，愤恨又心寒。她任劳任怨的照顾他们，供他们读书，一件衣服新3年就3年的穿。反观是他们过得人模人样的，还总说他没苦硬吃。想当年大儿子上高中时要学艺术，他二话没说的支持了，大把大把的钱砸进去，请最好的老师，上最贵的画室。所幸他很争气，考进了最烧钱的艺术院校。他以为熬到头了，没想到上大学的花销更大，每个月好几千的生活费他也是说给就给。比起大儿子，二儿子倒是省心很多，没有上艺术学院，但成绩实在太差，只能上普通的民办3本院校，高额的学费也又是一大笔开销。他省吃俭用的供他们上大学，不求别的，只希望孩子能过得幸福，不会被家庭绊住脚跟，到头来一事无成。再后来，他们俩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，他又得掏空积蓄给他们买婚房办婚礼。等他们各自又有了孩子，他就成了免费的保姆，轮番的给他们带孩子，忙忙碌碌大半生，没有一点自己的时间。但看到孩子都健康长大，成家立业，倒也感觉到甜。现在这层漂亮外衣被无情撕碎，所有的一切都是他的自作多情和自我感动，到头来落了个无理取闹，可笑可悲。张美兰稳了稳呼吸，冷声质问两个儿子：“所以你们都知道王初香的存在，知道你们的父亲背着我出轨找小三，对不对？”郑飞和郑元成眼神躲闪，有些心虚。妈，你别闹了，我们回去吧。是啊，大家伙都看着呢。张美兰挣脱他们，眼圈发红，笑了一声：“好啊，好啊，你们真是我的好儿子。今天大家伙给我做个见证，我要跟郑鹤离婚，郑鹤出轨，净身出户，并且这些年在小三王初香身上花的钱都要一并还回来。”王初香第一个急了：“你说谁小三呢？别满口喷粪，你死了，郑鹤再娶有错吗？”张美兰眼神冷冷扫过王初香：“闭嘴，我们夫妻谈话，有你这个小三什么份？”台下不少深受丈夫出轨毒害的伙伴们纷纷出声：“就是当小三还有理了，我要是你，我早就跑了，还敢站在上面碍眼，不知廉耻的东西！不管真死还是假死，都不该在这个时候办婚礼，造孽！你们等着下18层地狱吧！”郑鹤听到净身出户也急了：“张美兰，我凭什么净身出户？你假死难道就没错吗？你都罔顾礼仪道德廉耻，我为什么不能假死？”其实他是真死，毕竟有正规的3甲医院的死亡证明，不知道为什么就又活了。难道上天也觉得不该就这么死了？上天又给了他重活的机会，他想为自己而活，不想再为了所谓的家庭委屈自己了。他跟女儿一起离开婚礼现场，任由郑鹤在身后叫嚷，也不回头。走出婚礼，他问女儿：“小米，你觉得妈今天丢人吗？”3个孩子里，小女儿郑小米是最让他省心的孩子，
专挑着他们的优点遗传，自小就乖巧，学习不需要督促，考上了长辈们都夸的医科大，本科毕业后顺利保研，一路差点读到博士。唯一让她操心的是，这孩子是个恋爱脑，竟然因为男朋友没考上博士，自己也放弃了读博的机会，今年夏天就匆忙结了婚，实在可惜。郑小米摇摇头，妈，我没觉得丢人，您不去闹，我也要去闹的，他们太过分了，我支持您离婚。张美兰欣慰地拍拍她的手，谢谢你能理解妈妈。对了，小飞呢？郑小米扯了个笑，有事回去医院了，临时有个病人。张美兰也不能说什么，你也回去吧，我得去收拾葬礼了。郑小米注视着他，缓缓开口，妈，您真像他们说的假死，但这也太超出科学常理了，你到底用了什么法子？要知道，妈妈的死亡证明书还是她亲手拿到的。张美兰也说不清，半晌说了一句，上天的意思，你难道不希望妈活着吗？郑小米伸手抱住她，妈，这简直就像做梦一样，你还能跟我说话，真好。张美兰轻轻拍拍女儿的背，这一次，妈要为自己而活。随后俩人分别。张美兰折腾大半个下午，跟亲戚朋友们解释自己没死，又去了一趟警察局申请恢复户籍。忙完这些，张美兰回家，发现自己的东西都不见了，取而代之的是堆放在门口的几只行李箱。这一看就是王初香的东西。正要把这些行李箱搬出去，下一刻门房打开，他跟郑鹤四目相对，拿着这些破烂，滚出去，以后就跟律师联系吧。郑鹤冷笑一声，张美兰，你刷短视频刷的脑子都坏掉了吧？你一个家庭主妇，离开了我，你屁都不是。还有，这房子是我买的，你才该滚出去。这房子是生完小女儿后买的，当初买房便宜。郑鹤刚接手张美兰父亲的厂子，也攒了不少钱，想着换个4居的大房子。房本本来是要写俩人名字的，但公公婆婆从中作梗，非说谁出的钱写谁的名字。僵持不下时，他们不知受了哪位高人指点，又不改口，让写他们二老的名字。那时的生活过得恩爱滋润，又得仰仗二老带孩子，想着都是一家人，无所谓房本写谁的名字，于是便遂了公婆的愿。郑鹤是二老唯一的儿子，这房子只能是他的。不得不说，公婆真是有远见，而他当初的仁慈，成了现在刺向自己的剑。真讽刺，这么些年，你就跟个寄生虫一样，吃我的喝我的，靠我养着，还敢跟我玩心眼，让我在这么多亲戚朋友面前丢脸。郑鹤指着他怒骂，你不是想离婚吗？哼，我早就想跟你离了，你看看你，整天不修边幅，带出去一点面子都没有，黄脸婆。张美兰怔怔望着他，觉得震惊又荒唐，原来这位枕边人是这么看自己的。耳边传来高跟鞋声，不多会儿，王初香走过来，头顶大波浪的卷发，精致妆容，身着红色包臀裙，露出2条白腿，脚上蹬着一双红色高跟鞋，手边搭着一件大衣外套，看起来妩媚风情。哎呀，我来的不是时候，他捂嘴笑。郑鹤看到他，眼里立即露出笑，转头又看向张美兰，立即看出了差别来。来的正是时候，这是我的房子，我想让谁住就让谁住，谁敢闯进来，我就报警告他私闯民宅。张美兰就这么被赶了出来。儿子是白眼狼，女儿还跟婆婆住一起呢，她不好去打搅，只能去小超市对付一个晚上。她并不是那种好吃懒做的家庭主妇，
郑赫在接手父亲的餐具厂和地毯厂后，生意每况愈下，家里3个孩子嗷嗷待哺，他又在外头养小三，那点可怜的生活费根本不足以支持家庭支出，以及大儿子读烧钱的艺术专业。是他无怨无悔起早贪黑的摆摊卖早餐，卖各种小吃，供孩子读书的同时，一点点的积累，在附近的学校开了一间小超市，卖零食、文具以及各种书籍。养过孩子的都知道，这年头孩子和女人的钱最好挣。以及前几年回老家过年，他了解到政府扶持的水果种植，于是跟着承包了一小片山头种植果树和大棚葡萄，所有的收入也全都用于家庭支出。直到现在，2个儿子还会每个月让他打上万块的生活费，他没有一点怨言，一直都很大方的给。毕竟自己是真的养过孩子，知道养孩子有多花钱，就当是给孙子孙女的。这些郑赫都漠不关心，只看到他不修边幅，以及臆想中的好吃懒做。现在他不会再管他们，这些钱1分都不会再给他们。星号，郑赫顺利把王初香接到了家中，2人新婚夜当晚，在主卧翻云覆雨。但郑赫老了，不到5分钟就气喘吁吁的结束了。对不起，今天状态不太好，都怪那个黄脸婆。王初香一点没有埋怨，甜蜜的躺在他怀里，娇滴滴的说：“老公，已经很厉害了。”郑赫满足的笑了笑，搂着他亲了一口，谢谢你能理解，明天我一定。王初香甜滋滋的笑着，哎呀，不说了，我都害羞了，咱俩孩子都生了，还害羞什么？老公，你明天就去跟他离婚吧，我不想当小三了。郑赫一顿，眼神躲闪了一下，笑着宽慰，这是急不得，我肯定不会亏待你的，一定会让你堂堂正正成为我的妻子。王初香脸上心有不甘，郑赫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难道你还想跟那个黄脸婆过？郑赫连忙哄，当然不是，你知道的，我爱的一直是你，但要是离了，这财产，他手下有2个厂子，餐具厂和地毯厂，虽然经营不怎么样，总归是有资金流的。还有，只要厂子在，谁见他都要恭敬的喊一声郑总，还能养着王初香和刚满5岁的小女儿。但要是离了，财产清算，厂子铁定要分走一个的，那么收益就会少一大半。他一个都不想分出去，你一个大男人还怕他一个只会刷短视频的家庭主妇？他说净身出户就净身出户，他算老几啊？道理郑赫都懂，但法律程序复杂，并且自己是过错方，他无奈，只能哄着他，你也别着急，再给我几天的时间，我一定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，反正这么多年都过来了，不差这几天，希望你说到做到，你就把心放肚子里吧。第2天一大早，小超市的大门打开，一颤颤巍巍的手伸过来，在张美兰身上拍了拍。睡在椅子上的张美兰翻过身，睁开眼，跟店里的帮工小叶四目相对。小叶尖叫一声，鬼啊啊啊啊！随后他跑开了。张美兰淡定坐起身来，追了上去，小叶，是我还活着。小叶依旧满脸的惊慌失措，撒腿就是跑。清晨的阳光升起，门外站了不少来买东西的小孩。张美兰站在温暖的阳光下，舒服的伸了个懒腰。趁她伸懒腰的功夫，小孩们蜂拥而至，洗劫了文具区和零食区。张美兰随手扎了睡乱的头发，而后开始收银。不多会儿，小叶怯怯的走了进来，眼神打量着张美兰，姐，我不是在做梦吧？张美兰笑，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解释，但我真的没死。小叶始终难以相信，狠狠的掐了自己一把，
痛得龇牙咧嘴，嘟囔了一句，跟做梦一样。姐，你怎么睡在店里？张美兰无奈的摇摇头，说来话长，你来收银吧，我要出去一趟。好。张美兰拿了些现金和临时身份证，去银行查了所有卡的余额，一分没少。得亏郑赫这几天忙着办婚礼丧礼，没时间去取他卡里的钱。他把这些卡里的钱全都取了出来，然后销卡，又开了张新卡，把40万的现金都存了进去。别说40万，即便是只有4万，在不用养孩子、养家庭，以及时不时帮糟老头子养小三的情况下，也够花了。辛苦大半生，图什么呢？真可笑。他留出3万现金出来，直奔手机店。走进手机店，店员打量着他一身朴素的穿着，虽没有明显的嫌弃，但还是不太愿意搭理。张云巧不太懂手机，儿子女儿们淘汰的2手手机也轮不到他用，他们都放2手平台上回收挣钱了，他用的是郑赫用剩下的。以前倒是不嫌弃，想着能省就省，旧手机虽然卡了点，但能打电话、刷刷视频就成，他也不打游戏，用不着太贵的。但现在想想，自己以前真傻，明明是个小富婆，却把自己过得苦哈哈的，何必呢？张美兰拿起展台上的手机，不经意瞥见价格，还是被吓了一跳。儿子女儿们都用这款手机，全都是他出的钱，他疼他们，不希望别人有的，孩子们没有，可轮到自己，竟然有些舍不得了。店员注意到他的神情，走过去，笑着说：“阿姨，我们这的手机都挺贵的，基本8、9千往上，要不您去隔壁的国产手机看看，基本1、2千就能到手。”张美兰摇摇头，咬咬牙，不用，就要这台吧，你给包起来。店员小小意外了一番，阿姨，您说真的？别不是跟我开玩笑吧？张美兰从包里掏出1沓现金，笑着说，当然是真的，付款。好嘞，我这就给您拿新机，稍等。店员兴高采烈地开了单，张美兰买到了一部完全属于自己的手机，不再是谁用剩下的。阿姨，您慢走。张美兰去办了新的手机卡，后半辈子的人生重启。当天，她找到中介，租了一间一居室的房子。前屋主是个女孩，屋子干净整洁，一房一厅，东西都齐全，她第一眼就定了下来。租完房子，她回了小超市。小叶第一眼瞥见她手上的最新款手机，震惊道：“姐，你买新手机了？”张美兰：“刚买的。多少钱？”“不贵，9千多。”她才知道，原来新手机那么好用，一点都不卡，拍照也很清晰。自己挣钱自己花，都不敢想往后这日子能过得有多舒坦。张美兰的小超市拿了些生活用品回自己的一居室，关上屋门，没有醉酒的丈夫，没有乱丢的脏袜子，更没有难闻的2手烟味，连空气都是清新的。自己住是可以不用做饭的。他点开外卖小程序，点了以前觉得贵的外卖，跟他想象中的那样不太好吃，但他却吃得津津有味。日子平静了2日，这天，婆婆刘桂芬和2个姑姑找上了门来。刘桂芬今年83岁了，但战斗力爆表，气冲冲地指着张美兰：“这些年，你吃我儿子的，喝我儿子，就连这间超市都是我儿子给你开的，你竟然不知好歹要跟他闹离婚，你是不是在外边有人了？”这话简直是倒打一耙。自己儿子在他葬礼期间迎娶初恋，他们是一点都没看见。大姑郑燕瞥见他的手机，一把夺了过来：“你竟然敢买那么贵的手机！”二姑郑欢断言：“这还用想，肯定是在外边有人了。他闹这么一出，不就是想离婚吗？”
他们这么诬陷人，连小叶都看不下去了，嘟囔了一句：“什么人啊，血口喷人！”张美兰这辈子跟谁都和和气气的，从不跟谁结怨，唯独对婆婆怀恨在心。当初第3胎生下小女儿，刘桂芬在她月子期间就扬言，等小女儿断奶就送人，他们郑家不养赔钱货。当年女儿刚高考结束，刘桂芬就着急的给女儿介绍了一个大10几岁、能给高额彩礼的丑男人。张美兰二话没说就把那个丑男人给轰了出去，并警告刘桂芬，要是敢乱来，她什么事都能做得出来。直到现在，刘桂芬都不待见小女儿，甚至在女儿的婚礼上醉酒说她这个赔钱货终于嫁出去了，还嘲笑她读那么多书，到头来还不是得嫁人。张美兰想起这些旧事，一股气顿时涌上了心头。她一把夺回自己的手机，质问道：“郑赫死了？”这话一出，几个人都愣了一下。“你瞎说什么呢？”刘桂芬指着他。张美兰语气淡淡：“没死的话，就让他亲自来跟我谈，我们俩的事还轮不到你们几个外人来插嘴。我是他妈，你才是外人。”刘桂芬满脸的骄傲自豪，好像在炫耀自己生了个宝贝儿子。张美兰不忍笑了一声，满不在乎的语气：“当然了，我就是外人，外人不跟内人过，我要离婚，你们急什么？”未了，他补了一句：“对了，既然我是外人的话，那外人的东西可不能拿。我爸的那2个厂应该不属于你儿子的吧？”2句话把刘桂芬噎住了。二姑郑欢反应快，立刻对了回来：“弟妹，你这话就说过了，这厂子要不是我弟弟没日没夜的干，早就倒闭了。”大姑轻哼一声：“就是，还在这得了便宜卖乖。”张美兰满不在乎：“那又怎样？他少拿钱了，就算没有他，我也能找个职业经理人来打理，让他继承厂子。是我爸妈仁慈，他却拿着这些钱背着我养小三，有没有把我和孩子们放在眼里？你们今天是来干什么来了？是来激怒我的吗？我是死过一次的人了，别以为我好欺负。”3人立刻哑了火。最后老太太发话：“我告诉你，厂子就是我儿子的，什么你家的，就是我儿子的，我儿子一手经营起来的，你休想分走。”放完狠话，他们转身离开。小叶皱着小脸蛋：“什么人呐，简直无理取闹，太过分了。”张美兰望着他们离开的背影，若有所思。她才不想要那2个厂，这几年的生意亏损，她是看在眼里的。其实郑赫不知道的是，他现在的几单大生意都是他厚着脸皮去给他求来的。那些前辈们看在他过世的爸妈的面子上，才卖了他这个人情。他知道郑赫是个大男子主义，很好面子，便隐瞒了。现在郑赫还在摆烂，而这些关系都被他利用完了，还有些被郑赫得罪完了。若是接下这个烫手山芋，到时候估计还得把他的果园和小超市给搭进去。毕竟50多名员工的每个月工资不是开玩笑的，更何况现在市场饱和的太严重了，地毯和餐具不是生活快消品，有人1年到头都换不了一次。他知道他们一心扑在厂子上，都忽略了这个家里唯一能产生收益的超市和果园。很好，给他省事了，净身出户也不过是吓吓他们的。在法律上，并没有婚内出轨就要净身出户的规定，他只能尽量争取到对自己有用的财产，才能保障后半生。刘桂芬回去，直奔郑赫的住处。开门的是王初香，刘桂芬看到他，气不打一处来，扬起手就想打王初香，及时被儿子拦了下来。“妈，你干什么呢？初香现在是您的儿媳妇。”刘桂芬冷嗤一声，看向王初香的眼里满是不屑。“她也配？
我跟你说，这婚不能离。那天他们的婚礼，刘桂芬没去，实在丢不起这个人。以前就看不起王初香，现在更看不起。他这辈子最痛恨的就是破坏别人家庭的小三。想当初自己的父亲就是被小三勾走的，苦了他跟母亲一辈子。郑赫神色有些犹豫不决，他不舍那些财产，要是追究起来，自己给王初香买的房子都要被波及。王初香见状，杵了郑赫一下，眉头高高蹙起。刘桂芬进门，坐到沙发上，你要是敢离这婚，我跟你没完。王初香主动去倒水，送到刘桂芬手上。阿姨，您先喝口水。刘桂芬没接，伸手拍掉，杯子落地，热水洒了王初香一手。王初香痛得直叫，楚楚可怜的模样。阿姨，我是不是哪里做的不好？您为什么要这么对我？这给郑赫心疼坏了，就跟打他脸似的。他一气之下，非要跟刘桂芬对着干。必须离婚，我必须娶初香进门，给他们娘俩一个堂堂正正的名分。自小他就被父母安排，现在都50岁了，凭什么还要受到父母的摆布？人生是掌握在自己手里的。王初香听到这话，心里可谓是乐开了花，这手可算是没白烫。他们闹得不可开交，张美兰岁月静好，他给了他们3天的调解串供时间。第4天，他正式约了郑赫在咖啡厅见面。俩人面对面坐着，张美兰打量着郑赫，他已经没有前几天在婚礼上的风光了，看来是这几天的日子过得不好，人都憔悴了。郑赫抬眼跟张美兰四目相对，他面色红润有光泽，抹了淡淡的唇彩，头发不再是扎成普通的马尾，而是盘了起来，看起来倒有那么一丝温婉贤淑。化妆了？他有些不悦的开口。张美兰笑，是，以前她也爱美，但自从当了妈，就忙得没时间，想着整天待在家里，也不见人，怎么舒服怎么来。再后来孩子上学，她去摆摊卖小吃补贴家用，就更没时间了。她的辛苦付出却被她说成了黄脸婆，想起来实在心寒。郑赫觉得她现在的样子有些刺眼，离开了我，谁还能要你？你都50岁了，真是不知好歹，也不照镜子看看自己现在什么样，化妆有什么用？张美兰语气淡淡，你还是那么爱说教，我离婚只是想离开你，有没有人要我无所谓，我自己能照顾好自己。未了，他追着杀，还有，你也就赶上好时候了，手里头有点钱，不然你这大腹便便，胡子拉碴，3天不洗掉头屑的头，拿个碗都有人往外头一坐，肯定有人给你丢钱。以前不明白他为什么总喜欢管他穿衣打扮和化妆，以为他是在意自己。在这一刻，他突然明白过来，因为他娶自己是攀了高枝，外头的闲言碎语让他心底里不平衡，只能通过贬低他来凸显自己在家中的地位。呵，真可笑，小肚鸡肠的男人，当初真是看瞎了眼。郑赫听到他这么对自己，有些不悦，你就是刷短视频把脑子刷傻了，真以为自己离婚后能过得更好？别说这些没用的，谈谈这婚怎么离，能私底下解决的，咱们就别打官司，麻烦。张美兰说。郑赫，你想怎么分？张美兰，我也不拐弯抹角，2个厂子我都不要，车子你跟小三滚过很多次了吧，我嫌脏，也不要。你有多少存款，这些年给小三花了多少钱，我也都不计较了。郑赫挑起眉梢，眼角稍稍扬了起来。张美兰继续说，同样的，我的存款你也没权来分，还有我的小超市和那个不挣钱的果园。郑赫这些年都跟小三混在一起，
并且打心眼里的觉得张美兰一个家庭主妇掀不起什么风浪。那个果园就是个教训，听说她还贷款往里投钱，也不知道还清了没有，所以他并不知道他到底有多少钱。只要他不打2个厂子的主意，一个小超市，就算他仁慈，留给他养老，毕竟夫妻一场。他不假思索的答应成交，现在就去办离婚。张美兰似乎猜到他会答应，于是把提前准备好的离婚协议书拿了出来，一式3份，签字吧。郑赫接过离婚协议，有些不满，问了一句：你是不是早就盼着离婚了？这么多年，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？张美兰冷着脸：你在这装什么深情？别跟我谈爱，恶心！不爱怎么会生3个孩子？不爱怎么会起早贪黑的奔波操劳？不爱怎么会拉下脸求人给他求订单？不爱怎么会相信他一心一意，任劳任怨那么多年？可到头来连死都不得安生，他现在谁也不爱，只爱自己。郑赫签好字，啪的一声甩到他面前，像在泄愤一样，冷嗤一声：你别后悔。张美兰笑：任何事都可能后悔，唯独这件事我永远不会。签完协议，俩人走出咖啡厅，郑赫掏出车钥匙，路边停着的宝马5系响了2声。郑赫倒是大度，上车吧。张美兰没有推却，走过去拉开副驾车门，入眼是座位前贴着的粉红色贴纸：小仙女专用座，其他异性请高抬贵臀。一看就是王初香贴的，真格应人。他合上副驾的车门，上了后座。郑赫有些不悦：你把我当司机呢？我不坐小三专属的座，还有这车我也出了钱，我没跟你计较，你给我当一次司机有什么不妥吗？这话把郑赫噎住了，没想到有一天还能被他拿捏。一路无言，很快车子停在民政局门口。刘桂芬守在民政局门口，看到他们俩，立刻迎了上来。张美兰心情好，看到婆婆，忍不住打趣了一句：阿姨，您这是要来结婚的？是上回跟您手牵手贴在一起跳舞的老头吗？郑赫拧眉，冷嗤一声：你说什么呢？张美兰只当耳旁风，丝毫没有被他影响到。刘桂芬被他说的莫名有些心虚，少在这胡说八道，我什么时候跟老头贴在一起跳舞？随后他夺过郑赫手上的离婚协议书，戴上老花镜，看了好半天，看到2个厂子还在，这才放心了。张美兰懒得搭理他们，进去取了号。不多会儿，他们母子也跟着进来了。妈，你就先回去吧，不用跟着我们一起等。郑赫语气透着无奈。刘桂芬犀利的眼神扫过张美兰，生怕自己儿子吃亏了。不行，我看着你们领冷静期的条子。张美兰扑哧一笑：阿姨，可能风俗不一样吧，我们这离婚一般不需要家长陪同，更何况您儿子今年52岁了呢。这话惹得俩人脸上都臊了，惹来不少人的侧目。郑赫拧起眉：张美兰，你别太过分了。张美兰不再回应，静静等待叫号。不多会，俩人走到办理处，办理的工作人员打量着他们：二位确定要离婚？废什么话，快办！郑赫不耐烦起来。工作人员识趣的不再劝和，检查他们的离婚协议后，收了一份回去，便给他们开冷静期的条子。走出民政局，张美兰浑身轻松，谁也没想到这份让外人艳羡的婚姻会走到离婚的地步，真是世事无常。郑赫跟刘桂芬上车离开，一路上刘桂芬骂骂咧咧的，话里话外都是不满意王初香这个狐狸精。郑赫不耐烦，把刘桂芬送到老房子，便回了自己的小家。正值午饭点，开门进屋，
屋子里冷冷清清，也乱糟糟，地上都是王初香买了没拆的各种快递，沙发堆着衣服，茶几上是吃剩的早餐，垃圾桶里的垃圾满地溢了出来，他穿过的袜子东一只西一只的乱丢。走进厨房，厨房里的碗筷没刷，洒在地板上的汤汁已经干了。以前张美兰在的时候，屋子里总是干干净净，回到家桌上就有热汤热饭等着，这样的落差让他有些难以适应。他气冲冲的要给王初香打电话，下一刻房门打开，王初香打扮精致，笑盈盈的领着一个小女孩进门。见到女儿，郑赫满腔的怒火瞬间泄了气。彤彤，郑赫蹲下身招呼女儿。被叫彤彤的小女孩开心的扑到郑赫怀里，甜甜的叫了一声爸爸。郑赫大笑，抱起女儿，满脸的疼爱和宠溺。哎，饿了吗？爸爸去给你做饭。彤彤搂着他的脖子，不饿。还未合上的房门，有人走了进来。大儿子郑飞拧眉看着他们一家三口，莫名觉得刺眼。哪来的孩子？郑飞问。三人反应过来，王初香姿态有些讨好。飞驰回来了，快坐，我去做饭。说完，他进了厨房。郑赫放下女儿，笑着拍拍她的脑袋，去找妈妈。彤彤撒腿跑进了厨房。郑赫走到客厅沙发坐下，郑飞跟着走过去，劈头盖脸的问：她是不是你女儿？是，亲生的。郑飞一时间不知该说什么，沉默了片刻，说：你太荒唐了，如果只是搞个黄昏恋，他一个做儿子的自然不会反对，但这突然多了个女儿，那绝对不行。他自己就有一儿一女，知道现如今养个孩子有多费钱，难怪你对自己的孙子孙女不闻不问，原来是自己还藏着一个。郑飞觉得很不平衡，郑赫也不爽了，谁说我不闻不问了？再说了，彤彤是你的亲妹妹，你说话注意点。郑飞冷哼，我只有一个亲妹妹，她现在在医科大当医生。郑赫懒得跟他争执，直接给他下了个通知。对了，你跟小米说一声，他以前住的那个房间要让给彤彤。郑飞立刻回绝，凭什么？这是小妹的房间，凭什么轮到他一个小三的孩子来住？我不同意。郑赫也怒了，这么说话呢？这是我的房子，我的孩子，我说了算，你要不想待就给我滚。郑飞不受这鸟气，丢下一句：我看你真是老糊涂了，便离开了。房门合上，他这才想起来，今天这趟是来要钱的。王初香母女见状，怯怯地从厨房走出来，要不我还是把女儿放我妈那吧。王初香垂着头。郑赫大男子主义犯了，不用，他还管不着我，彤彤就睡小米的房间。王初香也不再推辞，抱着女儿，泪汪汪地说：彤彤，咱们有家了。他这副样子惹得郑赫疼惜，他伸手蹭蹭王初香的脸，等着我跟那个黄脸婆离完婚，就给彤彤上户口。王初香抱着他，谢谢你，阿赫。张美兰的日子相安无事的过了好一阵，突然某天，大儿子和二儿子找上了门来。他看着两个曾经引以为傲的儿子，心里头五味杂陈。郑飞开口：妈，我听说你跟爸正在办离婚，怎么也不跟我们商量商量呢？也太仓促了。张美兰听到这话，忍不住拧了眉，这还有什么商量的？不离婚，难不成你们要我跟小三一起过？两个儿子被噎得说不出话来。如果你们是来看我的，我欢迎；如果是来劝我跟糟老头子复合，就回去吧。我跟他离婚，是我作为一个正常人的自由，并且我跟他离婚，没有损伤到你们任何一个人的利益。当初给你们买的房子还是你们的，我们不会分走一丝一毫。话音落下，张美兰的手机弹出消息，
是果园的帮工发来的，他当他们的面回了一句语音。郑飞一眼就看见他的新手机，眼里满是诧异：“妈，你怎么买了那么贵的手机？”郑元成附和了一句：“是不是被人骗了？”这话里透着着急、不满和指责。这两个人对他的钱有着巨大的占有欲，仿佛他动了他们的蛋糕似的。张美兰笑：“没有被骗，这是我去专卖店买的，花了快小1万，才发现原来新手机那么好用。”郑飞始终不理解，就算要买新手机，也不用买那么贵的，这样很浪费。你买个1、2千出头的国产机就好了。郑元成：“是啊，妈，您只是刷视频发微信，根本用不了那么好的配置。”张美兰听到两个儿子这话，只觉得心寒。我含辛茹苦把你们兄妹3人拉着大，现在你们都成家立业了，用不着我管了。我买个好一点的新手机，犒劳自己，有什么不对的吗？怎么到你们嘴里就成了乱花钱？你们能买，我买就是犯罪了不成？郑飞和郑元成脸上有些难堪。妈，我们俩不是这个意思。妈，您真的误会我们了，我们也是出于好心。张美兰看着他们讨好的模样，就知道这次是来要钱的。她也不拐弯抹角，直言道：“你们都快30岁有家庭的人了，得有点上进心，不能一直靠着我接济过日子，啃老说出去也不好听。大儿子从艺术学院毕业后，他托了很多关系，让他进了一家外企。大儿媳也在外企，俩人的工资都不低，房子当年买的早，每个月不到5000的贷款，车子他们全款买的，还完房贷，养2个正在上学的孩子也足够了。二儿子成绩不怎么样，但大学专业选得好，现在在一家互联网公司做程序员。二儿媳在广告公司做设计师，俩人只养1个孩子，根本没什么困难。俩人错愣：“妈，您这是什么意思？”张美兰笑：“以后的日子得靠你们自己打拼，也能给孩子们树立榜样。我也该开启自己的新生活了。”她在他们最困难的时候伸出了无数次手，这是作为母亲的本能。可现如今，他们都已长大成人，也该断奶了。叛逆爱孩子会让他们四肢退化的。俩人傻眼了，就好像是被妈妈抛弃的孩子般。妈，你跟我说实话，你是不是还在怪我们那天没去您的葬礼？郑飞着急的质问。张美兰不假思索：“当然，母子之间没必要绕弯子，假惺惺的说不怪他们，实在太装了。”当得知自己的亲生儿子，捧在手心里的儿子，没有来参加自己的葬礼，而去参加小三的婚礼，他简直可以说是气疯了，恨不得把他们俩塞回肚子里，当作没生过。有句话说的没错，不如生块叉烧。俩人脸色一阵红一阵白，心情十分复杂，悔不当初。郑飞说：“那天小妹不是去了吗？也算是我们派出的代表，我们只是太悲伤了，无法面对那样的场面。”郑元成说：“是啊，妈，爸那天结婚，非要我们去给他助兴，我们也没有办法，我们真的知道错了，跟您道歉。”这些解释实在太荒唐可笑。张美兰扯了个难看的笑：“算了，你们回去吧。”其实也怪他，为了赚钱没日没夜的忙，3个孩子更是顾不过来，以为给了他们富足的生活，读好的学校，他们就不会长歪，没想到还是不尽如人意。俩人没拿到钱，心有不甘，却又无可奈何，只能先走了。走出小超市，郑飞满脸愁容，这个月信用卡和房贷可怎么办？早知道就不用那么多了。郑元成拍拍他，问问嫂子：“先急救一下吧，妈一时半会儿是不会松口的了。”提到妻子，郑飞更愁了。他们俩前几天吵了一架，
现在冷战中，谁也不搭理谁。郑元成安慰着：“哥，你别太着急了，咱们是妈的亲生儿子，他不会不管我们的，等他气消了就好了。希望吧。”郑飞又担忧了起来，大妈这么大手大脚的花钱，也不是个好事。他以前可是连空调都舍不得多开，宁可吹风扇。现在9000多的最新款手机，说买就买。说到这，郑元成也有些发愁。是啊，跟变了个人似的。星号没了男人，张美兰的日子是他们理解不了的自在。白天睡到自然醒，不用定闹钟，早早醒来给男人做早餐。晚上可以安心入睡，不用担心厂子的业务到失眠，更不用在醒来时小心翼翼地打电话催郑鹤早点回家。现在他偶尔会去小超市帮忙，每天工作不超过4个小时，闲余的时间会去逛街，买了一直不舍得买的衣服和包包，以及大牌护肤品，喝了年轻人爱喝的奶茶，去看了几部新上映的电影，体验了很多以前从未体验过的东西。他还办了健身卡，认识了很多热情的年轻人。住的小区挨着公园，他每天晚上都会下楼去跳舞，认识了很多知心的伙伴，日子无限美好。